1980年3月27号星期四，纽约商品交易所的交易大厅里，白银的报价牌一路往下跳，40美元、35、30，卖单像雪片一样砸下来，根本没人接。收盘的时候，白银价格最终定格在 10.80 美元。你可能觉得10块8美元听着也还行，但你别忘了，仅仅2个月前，白银才刚刚站上50美元的历史高位。从50跌到 10.8，2个多月时间，将近80%的市值没了。这一天后来被叫做银色星期四。为什么叫这个名？因为当天全世界的财经报纸头版全是白银崩盘的消息。从那以后，市场就记住了这个名字。坐在这一片混乱背后的是2个人，邦克 O.V. 亨特和他的弟弟赫伯特 O.V. 亨特，美国最有钱的石油家族里的2兄弟。他们干的事说出来很多人都不敢信，他们差一点就买下了全世界的白银。你没听错，全世界的白银1盎司1盎司的买。到1980年初，他们手里控制的白银差不多有1亿9500万盎司。什么概念？当时全世界不在政府仓库里，在民间流通的白银，每3盎司就有1盎司姓亨特。那一天的惨烈远不止白银价格崩盘，替他们操盘的大经纪商八旗公司眼看就要被拖垮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当天就把八旗的股票停牌了，整个华尔街一片恐慌。最后是13家银行凑了11亿美元才把整条信用链子接住。那这一期我们就拆这条线，2个顶级富豪怎么把白银从6美元推到50美元？又是谁在短短一天里把50美元打回 10.8？ 这中间的钱是怎么流动的，又是怎么凭空消失的？答案的核心是2个字：杠杆。这是整个故事的地基，后面的崩盘、追保、破产全都是从这2个字里长出来的。你把这个词先记着，我们慢慢讲。而当时身在故事里的人没有一个知道接下来的2个月会迎来怎样的结局。要讲这个故事，先得认识这2个主角。邦克 O.V. 亨特1926年生，他爹叫哈罗德森 O.V. 塔特 O.V. 塔特是石油界的传奇人物。老爷子白手起家，办了一家叫普莱西德的石油公司，一度是全美国最大的独立石油公司之一。邦克是长子，下面有2个弟弟，赫伯特和拉马尔。拉马尔后来更出名的是搞橄榄球，创办了美国橄榄球联盟。简单说，这个家族是真不缺钱，钱多到什么份上，一般的买卖他们早就看不上眼了。那他们为什么要盯上白银？说出来你可能觉得理由特别朴素，因为他们信不过美元。70年代末的美国正被高通胀死折磨，去超市买东西，菜价1个月一个样，存在银行里的钱购买力一天比一天缩水，存钱的人最吃亏。那时候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，亨特兄弟也在担心经济是不是要出大问题。邦克有句名言，后来被杂志登了出来：10亿美元不再是以前的10亿美元了。什么意思？他小时候10亿美元能买下半个城市，到他50多岁的时候，10亿美元的购买力已经大不如前。一个超级有钱的人开始觉得纸上的钱不保险，那怎么办？换成拿不走、印不出来的东西。白银就是他们选中的标的，它印不出来，每年产量就那么多，历史上还当过货币用。而且白银很特殊，它一半有货币属性，另一半又是工业生产里离不开的原料。邦克这个人本来就对政府印钱这件事骨子里不信任，他混的圈子也都是反法定货币的保守团体，所以他决定把家底换成银子的时候，真不是在投机，他是打心底里觉得纸币迟早要出事。这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一个机制，逻辑很朴素。当一群人集体信不过纸币的时候，资金就会涌向实物资产，黄金也好，白银也好，都是这个逻辑。价格怎么涨起来的？不是一个人买出来的，是一群人的不信任堆出来的。你想啊，同样一笔钱，过1年能买的东西就少一截，你慌不慌？当年的美国人很多都在慌，普通人慌了，买几枚银币放家里压箱底，
亨特兄弟慌了，是开着卡车去拉银子的量级，而他们买白银从一开始就不是奔着收藏去的。其实亨特兄弟买白银不是1979年才开始的，最早在1973年底，邦克一个人就买了2000万盎司白银。到1974年初，兄弟俩加起来手里大约有5000万盎司，5000万盎司白银堆起来就是一座小山。那时候白银还是个冷门品种，没人觉得它能有多值钱。普通人买白银都是几枚几枚买银币，他们俩是按整座仓库的量买。怎么买的？不是去银行买银条，他们用的是期货，在纽约商品交易所通过一个叫布罗德斯基的经纪商不停地买。这里得先解释一下什么是期货。你想买100盎司白银，买现货的话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得付全款。期货不一样，你只要交一小笔保证金，就能签一份合约，约定未来某一天按今天定好的价格交货。注意，你手里没有真的白银，只有一份合约，合约背后是一个约定，说白了就是杠杆，跟买房付首付的逻辑有点像。你交1成首付就能控制整套房子，房子涨1成，你的本金就翻倍；房子跌1成，你的本金就直接清零。当然，这只是简化的类比，实际期货的保证金规则更复杂，但核心就是用小钱撬动大的头寸。1974年的这次试水，银价不涨反跌，兄弟俩守了很久，没赚到什么钱，算是无功而返。但这一趟没白跑，他们摸透了期货这个工具，也记住了那种用杠杆掌控大笔筹码的感觉。这里有个点值得停下来想，一个人买得多，价格就会涨吗？短期看是的，市面上流通的白银就那么多，你持续买入，供应少了，价格自然往上走。但价格能不能涨得久，最终要看有没有人愿意接你的货。这个问题1979年他们会用全世界最大的动静再答一遍。那他们为什么又回来了？答案跟一场席卷全美国的恐慌有关。1979年，美国经济越来越糟，物价疯涨，通胀把美元的购买力咬得千疮百孔，老百姓人心惶惶，都在想办法把钱换成实在的东西，白银也跟着沾光。亨特兄弟觉得时机到了，这一年他们开始全面加码，弟弟拉马尔也参与了进来。1979年7月底，他们控制的白银是1亿2300万盎司，到1980年初已经到了1亿9500万盎司，对应的账面价值呢，从11亿美元涨到68亿，再涨到98亿。98亿，将近100亿美元，一个家族把全部身家都压在了一堆银子上。有人估算，光1979年最后9个月，他们在白银上就赚了20亿到40亿美元。那阵子，他们大概是地球上最得意的买家。银价走得有多疯？1979年年初，白银还在6美元附近晃悠，到年底12月31号收在 34.45 美元。1980年1月17号直接冲过了50美元，一年不到，价格翻了8倍还多。注意，这里有个关键词，账面98亿是账面上的价值，不是他们口袋里真的有这么多现金，因为这一大堆白银里有一半是期货合约，监管部门后来的报告里专门点了这一条。为什么用期货？因为期货不用付全款，同样的钱能买更多的白银，全是杠杆撑起来的纸面富贵。还记得前面说的首付类比吗？杠杆是双向的，银价涨，你的财富翻倍涨；银价跌，你的保证金不够了，交易所就会发通知，拿钱来补保证金，不补就强制平仓，直接帮你卖掉。所以那阵子的亨特兄弟最怕一件事，银价下跌。银价每跌1美元，他们就要准备上亿美元的现金去补保证金。他们以为自己赢定了，到处借钱，把身家全压了上去，根本没想过一个问题，手里的筹码到底有多少是自己的，有多少是借的。当时已经有人看不下去了，谁用白银的工厂和珠宝商，银价这么疯涨，他们的原料成本跟着疯涨，生意都快做不下去了。1980年3月26号，纽约时报登了一整版广告，
标题就一个词，翻译过来叫不义之举。登广告的是蒂芙尼珠宝公司，正文直接指名道姓，几十亿美元的白银被囤在仓库里等着涨价，靠白银做生意的工厂和珠宝商日子还过不过了？说到这，你可能会猜，银价冲到50美元之后，第一个动手收拾他们的是谁？银行、政府、散户？都不是，答案可能出乎你意料，是交易所。1980年1月，交易所就动手了，不是口头警告，是直接改规则。1980年1月7号，纽约商品交易所宣布，白银期货设置持仓上限。什么意思？你最多能持有多少份合约，交易所说了算。这一刀直接砍在了亨特兄弟的巨额持仓上。1月21号，更狠的规则来了，白银期货只许平仓，想买新的多单不行，只准卖不准买。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紧跟着也出台了同样的规定。你想想这意味着什么？市场上只有卖盘没有买盘，所有人都想跑，没人愿意接，价格除了往下砸根本没有第二个方向。规则这个东西平时没人注意，但它一旦改了方向，整个市场的力气就会全往一个地方使。1月22号，现货白银一天之内跌了大约10美元，跌到34美元。往前数4天，银价跌了超过一半。那之后，银价在31美元到38美元之间反复拉锯了1个多月。3月10号又跌到了 29.75 美元。但这还不是最要命的，最要命的是追保。什么叫追保？就是追加保证金。你签合约时交的保证金是按当时的价格算的，银价一跌，你的保证金就不够覆盖风险了，交易所就会通知你补钱，补不上就直接强制平仓。所以银价每跌1美元，亨特家就要掏出好几亿美元的现金，可他们的现金早就花光了，钱全变成了银子和期货合约，变不回现钱了。3月13号，亨特家族的投资公司直接跟美银说，24小时之内4400万美元的追加保证金我们交不出来。4400万美元放1年前对亨特家来说就是零花钱，但1979年他们买得太狠，现金彻底见底了。说白了，杠杆是双向的，它放大财富也放大崩塌，涨的时候有多爽，跌的时候就有多痛。这个道理今天听着是常识，但1980年全世界都以为他们富可敌国，没人想到他们的钱袋子里装的其实全是借来的钱。3月26号星期三，追加保证金的最后期限到了，他们没能交上钱。第二天就是那个银色的星期四。1980年3月27号星期四早上，亨特兄弟已经拿不出钱补保证金了。他们的主要经纪商巴奇公司这几天一直在替他们垫钱，巴奇自己先掏钱给清算所交保证金，回头再找亨特家要。前一天的周三是最后期限，期限过了，钱还是没到。结果呢？银价直接崩了，巴奇扛不住了，直接把亨特家的期货头寸全部卖掉。卖掉一算账，亨特家在巴奇的账户还欠着1亿2200万美元，而巴奇公司自己的净资产才1亿1600万美元。什么意思？这笔坏账足以把巴奇整个公司直接掏空。监管部门当天就停了巴奇的股票交易，理由写得很直白，银价急跌，追保连环爆发，这家公司扛不住了。这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二个机制，信用链条。亨特家欠巴奇的钱，巴奇欠清算所的钱，清算所连着整个市场，一个人爆仓不是他一个人的事，是一整条链子的事。如果巴奇倒了，下一个是谁？没人知道。这就是为什么华尔街当天一片恐慌，所有人都在问同一句话，还有谁手里拿着亨特家的仓位？当天收盘，白银报 10.80 美元，这个数字后来被写进了监管报告，也写进了金融教科书。从50美元到 10.80 美元，从1月17号到3月27号2个多月时间，
98亿的账面富贵蒸发了多少，你可以自己算。最惨的是，这里面一大半都是借来的钱。那天之后，亨特家白银相关的债务超过17亿5千万美元，所有追加保证金的要求加起来有1亿3500万，他们一分都没交上。三兄弟到处求救，最后是13家银行组了个财团，放了一笔11亿美元的救命贷款。抵押物是什么？他们家的油田、炼油厂、输油管道，连全部家底都压上去了。为什么银行肯救？因为不救，整条信用链子就要跟着断。救亨特家本质上是救他们自己，救整个市场。后来监管部门调查还发现一件事，亨特兄弟偷偷持有八旗公司 6.5% 的股份，一直没申报。他们欠恩格尔哈德公司的钱，最后也是靠转让石油勘探的资产权益才抵掉的，家底就是这样一点一点被拆光的。你可能觉得钱亏了，家底压了，这事儿就完了，远没有，真正的结局还在后面。崩盘之后，事情一件接一件找上门。1985年2月，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，也就是 CFTC 正式指控亨特兄弟在1979年和1980年操纵白银期货价格，并企图操纵银条市场。1988年8月，联邦陪审团的判决下来了，告他们的是谁？秘鲁一家国有矿业销售公司，叫明佩科。当年银价疯涨的时候，他也在市场上买白银，买在了高位。他说亨特家合谋囤积白银，操纵市场，才害他接了盘。法院最终认定合谋成立，3倍赔偿，算上之前的和解，判决总金额1亿3400万美元。1988年9月，邦克和赫伯特申请个人破产，这是当时德州最大的一起个人破产案。曾经富可敌国的家族估值从1980年的50亿美元掉到1988年的10亿以下。从1973年第一次囤银到1988年申请破产，15年一个轮回。1989年12月，亨特兄弟跟监管机构和解，邦克罚款1000万美元，兄弟俩被永久禁止在商品市场交易。另外，他们还得向税务局补缴几百万美元的税款、罚款和利息，一笔一笔全是当年那些操作的账单。还有个细节特别值得提，1988年为了筹钱，他们把自己养的580匹纯血马全部拍卖，最终成交价4691万8千美元，创下了当时纯血马拍卖的世界纪录。那这一串结局背后是什么机制？说白了就是操纵市场这4个字。囤货本身不违法，你买多少是你的自由，但如果合谋用钱控制一个市场的定价，让价格不再是由供需决定的市场价，而是垄断价，这就违法了。法律管的不是你钱多，是你用钱扭曲价格这件事。对普通观众来说，这一章最扎心的教训是什么？如果你在1980年1月看着银价疯涨，跟着在50美元附近买了一点白银，你要等多久才能回本？31年，直到2011年4月，白银才重新摸到 49.5亿美元，还没到当年的50美元。这还是名义价格，31年里通胀又咬掉了多少购买力，根本不敢细算。看到这你可能会想，那都是40多年前的事了，现在的市场不一样了吧？真的不一样吗？照见今天同一张牌桌，为什么这期要拿白银的故事来对照今天？因为白银这个品种盘子小，散户多，杠杆重，历史上几次大行情都带点逼空的影子。我们先把镜头从1980年拉回现在。2021年，美国论坛上，一群散户喊着逼空白银的口号，大量买入白银基金和实物白银。监管机构当时发了正式警告，提醒普通投资者，社交媒体上的热闹不代表市场的基本面。他原话里有一句很直白，后来才进场的人，拿得太久的人，没搞懂自己在干什么的人，可能亏大钱。他还说，要参与就只用风险资本去做。另外他还点了2件事。第一，大多数个人投机者
扣掉手续费之后是亏钱的。第二，实物白银的买卖点差有时候超过 10%， 你买进卖出光费用就能咬掉一大块利润。然后是近2年的行情，2025年6月白银突破35美元，创下13年新高。12月17号涨到 66.87 美元，12月26号 77.40 美元，2026年1月29号摸到 121.60 美元的历史最高，第二天就跌了超过1/4。到2026年8月11号，白银报 66.30 美元，跟1月的高点比跌了大约 45%， 几乎把年初的涨幅全部吐了回去，价格回到了去年12月的起点附近。看到这，如果你手里有白银或者正盯着白银看，先别急着对号入座。我们今天不说价格预测，只说结构。还记得开头那句话吗？差一点买下全世界的白银。故事走到今天，当年那1.95亿盎司早就被强平了，但结构上那套东西其实还在。结构上相似的地方有3点。第一，杠杆。1980年亨特家用期货合约加杠杆，今天的散户用白银基金用各类合约，杠杆一点都没少。第二，情绪。疯涨的时候人人都在谈白银，越涨越买，越买越涨。第三，规则和监管的变量。1980年交易所直接改规则，今天监管机构发警告，交易所调保证金，本质上是同一个变量的不同表现形式。杠杆、情绪、规则3个核心变量至今都还在牌桌上，但不一样的地方也必须说清楚。第一，1980年是2兄弟试图垄断市场，一个家族握着全球非政府白银的1/3，今天没有任何一个人或机构能做到这一点，冲进来的是无数分散的散户。第二，1980年是2个月急跌，跌了大约 78%， 这一次是7个月的阴跌加反复，跌了大约 45%， 节奏完全不同。第三，1980年行情的终结者是交易所的硬规则，今天的市场更透明，监管反应更快，但波动也更大。所以这期内容不是告诉你白银要涨还是要跌，那个我们预测不了，也没人能准确预测。这期是想给你一套信号清单，一套历史留下的坐标。历史上逼空行情终结之前，市场通常会先出现这几个信号：交易所上调保证金，限制持仓，甚至只许平仓；监管机构启动调查或者公开发出警告；高位抢购实物的新闻铺天盖地；现货价格和期货价格之间出现异常的差距。下次你再看到白银暴涨，可以对照这份清单，看看它走到哪一步了。这份清单不是预测，它是历史留下的刻度尺。然后行动上值得你问自己3个问题：第一，你买的是实物白银还是带杠杆的合约？第二，你的成本在市场整体成本线的哪一段？第三，如果交易所明天突然改规则，你扛得住吗？这3个问题不问价格涨跌，问的是你站在什么位置。回答完你就知道自己坐在牌桌的哪一边。而这3个问题1979年的时候没人替亨特兄弟问过。白银每一次脱离基本面的大涨背后都有杠杆的堆积。1980年杠杆的终结者是交易所规则和保证金制度，今天规则还在，杠杆还在，人的情绪也还在。看懂逼空结构的人都知道，疯涨的另一面是脆弱的负债。那如果规则再变一次，今天的市场扛得住吗？还记得开头那个星期四吗？那个白银收在 10.80 美元的星期四，从6美元涨到50美元，他们用了不到1年，从50美元跌回 10.80 美元，他们用了不到3个月。杠杆放大财富，也放大崩塌。这句话，一个家族用倾家荡产的代价给我们完整演示了一遍。白银在历史上的某些情境下确实有避险的属性，但避险的背面是投机，投机的背面是杠杆，杠杆的背面是脆弱。这个故事最值钱的地方不在亨特兄弟亏了多少钱，而在于不管钱多钱少，
杠杆和情绪从来不挑主人。这期讲的是亨特家的钱，但每一场逼空行情里，最后站岗的总有普通人的钱。这种拆解金融事件的内容，我们每月更一期，订阅一下，下个月的账本你不会错过。最后留一个问题给你琢磨：今天的白银市场里，如果真的有谁在扮演当年的邦克 OOV， 是谁？评论区讲讲你的看法。